11月14号，苹果发布了小程序合作伙伴计划，在中文圈里没什么反应，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真的被吓了一跳。这个东西让 AI 有能力自己拼装一个 App 来完成任务，在苹果的强力生态加持下，真有可能改写现有的行业规则，甚至让传统意义上的应用慢慢消亡。所以我决定把泡面改成干嚼，节省出来点时间研究一下。苹果这个小程序和我们熟悉的某信某宝的那种小程序核心机制完全不一样，只是因为看起来相似，中文翻译又撞车，所以很多人都搞混，连一些新闻稿都是错的，以至于没人认识到这是一场变革。苹果 Mini Apps 是一种由 AI 调用、按需加载、用完即走的功能形态，不需要下载和安装额外的内容，在各个应用能力加持下， AI 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把相应的功能组装成一个轻量界面给你用。当然这里有前提，就是应用的开发者要提前把各种能力、意图、页面模块都提供出来，这样 AI 就可以像拼乐高一样把它们按需组合好。举个例子来说，我想点外卖吃个麻辣香锅，现在的流程是：第一步，打开一个外卖程序；第二步，搜索麻辣香锅；第三步，找个评价好点的店；第四步，看看菜品和价格；第五步，可能还要再开另外一个外卖 App 再来一轮来比较一下价格；第六步才是下单。即使有 AI 辅助，也只是在某个 App 里面可以少打几个字而已。但是在苹果的 Mini App 的场景下就不是这回事儿。假设这些外卖平台都提供了相应的能力，我就可以直接对小程序说，给我点一份评价好、价格便宜的麻辣香锅。小程序会分析我的指令，自动调用外卖平台软件提供的能力，进行搜索、比较、筛选、下单。我等着吃就可以了，中间我不用再打开任何 App。 这就是现在大火的 AI Agent 的一部分，确切来说是它的可调用能力模块。苹果直接把它放进了系统底层，让普通人也能立刻用上。对于应用开发来说， Mini Apps 会给整个行业都带来冲击，产品的形态会变，应用的界面、UI 复杂流程都会被弱化。未来的应用可能会演化成提供能力的后台服务或者 API 合集，提供苹果所要求的能力，然后都交给苹果的 AI 来做拼接。 UI 的界面权重会下降，因为只需要很少一部分界面。用户侧的入口被 AI 统一，我们不再需要切几个屏幕来找图标，小公司也能通过 Mini App 拿到流量，不会再被大公司的渠道卡住，因为苹果的 AI 小程序本身就是一个渠道，所以说它可能让传统的 App 走向终结，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 App 当然不会突然消失，不过它的重要性会下降，模式也会变化。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操作会更简单，想做什么直接说就行，不用再下载一堆 App 来占空间。手机空间可以更多的用来存储自己的照片、视频，而不像现在拿到一个新手机，下载几个必须要装的应用，一半的空间就没了。用户体验更统一，不用到处去找功能，因为 AI 把入口统一化。不过任何的技术也不可能只有好处，同样它也会有风险。首先会遇到的就是隐私问题，即使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措施， AI 接触了更多的个人数据，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说实在的，从过去的应用开发和推广的经验就会知道，只要能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绝大多数人是愿意牺牲一点隐私的。它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平性。假如每次我点外卖， AI 采用的都是 A 平台的能力，因为它跟 A 平台有合作，那时间长了，其他平台肯定就做不下去。而没有竞争的环境下， A 平台的服务质量也会下降，这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坏，直接影响了用户体验。可以说这是苹果这个小程序能否持续运营的关键。不过这和用户的关系不太大，主要的责任还在苹果公司身上。苹果的小程序不仅是一种新功能，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态体系，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一种能够颠覆现有应用模式的力量。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苹果这么做了，其他厂商一定会跟进。未来我们所有的应用，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可能的平台，软件的形式都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化。未来的应用开发会从写页面、做界面转向提供能力、设计意图供 AI 调用。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科幻小说，苹果的 Mini App 正在让它变成现实。未来已经来了，我们作为程序员更要提前适应，不要再沉迷于表层的编码，而是要让自己的工作被 AI 看见。我们去拥抱未来，才不会被未来淘汰。这里是 Nampa Real Lab， 关注我，一起分享关于技术的思考。